起始皇给俄罗斯的建议啊，所有的开干开始从3月的中旬，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没有那么冷的情况下，天气上啊，天气应该是这个比较缓和的情况下，中共现在送过去的，记住啊，火箭军、战略性部队，因为俄罗斯急需的中共国独立的通信系统啊，很多报道都说中共通信系统干不了什么什么情况，完全胡说八道，不了解中共的啊。在俄乌这个战争当中，中共要参与，绝对会直线扭转。中共要和美国打仗，美国就是动用了就是那个杀手锏，3分钟绝对把中共所有的东西全摧毁，100%。关键你敢不敢干？因为他有核武器啊，是吧？现在就所谓的升级的问题。哎，大家没想到这问题，俄罗斯现在跟乌克兰打的一个什么，还是一个常规性的战争。有时候他违规杀了平民，但是他并没有动用俄罗斯的那种啊，他是个3级战争战备的那个核心武器，他扔个核武器，乌克兰就没了，这是整个欧洲就没了。他没动用这个武器呢，不要忘了这个基本的常识。大家现在打仗还打在一个比较理性的状态啊，就是还没动用那种完全没有底线的，没有底线的斗争根本不需要中共来，俄罗斯就办了啊。那捏死乌克兰，那跟捏死个蚂蚁似的。但是他捏死蚂蚁的时候，关键蚂蚁后面有什么？有个大狮子，有一个北约。狮子是后面还有个狮子群，那就是美国。说当你这个俄罗斯没底线的时候啊，那美国就来了，是吧？那就不是乌克兰战争了，那叫做世界大战。所以中共国现在给的战略性武器还在正常战争可接触的范围内，什么呢？短程的300公里、400公里的东风导弹，300到200公里到150公里左右之间的红旗系列，还有保利现在刚刚给他所谓的红旗红旗 DFH 系列就改版的大概多少呢？就是在200公里这是保利给他的北方武器现在给俄罗斯就是所谓的火箭部队送过去，绝大多数的都是大装甲车的而且是大概听说送去了4个营，所以这些东西都还没有派上用场。你怎么可能现在说还没啥动静？西方非常清楚，从第1天打仗，俄罗斯的后勤供给很多东西全部来自中国，而且一开始开战的前4周，中共国给了最多的是它的弹药。现在俄罗斯1天消耗掉的弹药，消耗掉的坦克包括这后勤供给，是俄罗斯根本自己完不成的，不可能的现在只有伊朗也给了一点中共国是最大的，但是中共国还没到他让他使用说我火箭军去了，火箭军去为什么呀？中国给他那些导弹，包括通信系统，还有一个这个通信，它有一个对洽的问题，技术对接的问题，他是玩不了的。所以说，这个火箭部队一定是去帮助他去指挥、使用、对接技术、通讯接口这是个基本的常识这个，但是他最终一定会出来的这是肯定的。是静悄悄，是因为耍流氓嘛？西方呢就不敢面对这个问题